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蓝心玉秀书斋，我是丁丁姐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书法，喜欢汉字美学，那让我们一起学习吧。当我们要开始写书法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毛笔是干的，所以呢，就要先润笔。润笔的意思是这个毛笔呢，要先让它泡水柔软，柔软了以后，我们用卫生纸把它吸干。吸干了以后，你要沾墨时，因为笔中含有水分，所以就是要跟这个墨很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才不会说一下子写下去，因为笔中还有水分，所以就晕开了。所以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墨跟水要充分的结合在一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墨去掉之后，你发现这个毛笔它是这样 QQ 的，这样子，笔中的含墨量是最恰当的。要写之前再沾一次笔尖，呢，再去掉1-2次，就可以开始写。首先我们要写的就是一个在写行书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法，那就是折法。折的意思就是从横画变成竖画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棱角，那这个叫做折。如果它是圆形的，那就是转。这个折法就是说，不管你在先写横画再竖画，还是先写竖画，那还是变成横画，这个地方都统称为折法。那我们在练习技法之前，就要先讲究这个折法的运用啊。例如，我们可以拿着笔做这个连续的动作啊，就是折。但是在写的过程虽然是只有左右这样子摆动，可是你会发现有轻重的变化。在折的地方会比较重，往下走的时候会比较轻啊，这个是折。你多练习几次，就折。这个写得很快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手的这个运动了啊。例如，我举一个例，我们写一个旋，点一下，然后就左右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折法的具体上面的运用啊。例如我们写去，先写一个横画挑上来，然后左右啊，这个是一个折的具体运用。当然在这个如果有2笔横画或者是3笔横画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写3，那因为这里有带笔，这里有带笔，所以在写3笔横画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这个折的动作。可是这里是虚笔，所以要比较细；这里是实笔，要比较粗。那这里全部都是实笔啊，就是这个实，确实的实，
实笔。那实笔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一个字中的一个笔画数，比如说这个去1、2、3、4、5，那这5笔就是实笔。我们写行书的时候，那这个连过来是实笔，这个带笔也是实笔，这个都是实笔。可是这个3呢，它断掉了，1、2、3，我们是靠这个虚笔，把它互相连接。所以在写折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1、2、3，那这个时候就要提起来，跟这个旋去的这个写法不一样，因为这里是这个连接的，这个是虚笔。我先从行草书入门之后，经过了1、2年，我才再转到楷书。为什么转到楷书？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看到我写的字，说要跟我学。我说我才学了1、2年而已，他们就觉得说，老师你写的字很好看我们想跟你学。我想说，我拿什么跟你学啊？那时候就是小朋友了，要来跟我学了。后来我就转入到楷书进去。我发觉你写的行草书之后要转写楷书是相当容易的。我讲这个理由给你们听，就是行草书的字体它是有正有倾斜的，就是说有的字形它是歪向左边或歪向右边，或者是端端正正的。在布局的时候，它可以有字体的大小，也可以有粗细的变化。另外还有那个，就是我们在写行书嘛，就是一行，那一行字的排列可以不对齐。可是你想想看写楷书可以这样吗？不可以。写楷书是几乎所有的字体都一样大。当然有一些字会比较小，比如说星期日的日或者是玉山的玉这一些笔画很少，它字形就会小一点。另外就是行列要整齐，行要直，那列要平行。还有就是你的字必须写在界格的正中间，不能偏左或偏右，或是浮在上面，或者是下沉到下面。所以写行草书的时候，你写的歪歪倒倒的字，老师说这个不错，跟你打圈；那个字也不错，打圈。写歪了，很好，歪了就打圈。这个信心就来了。可是楷书你能够吗？楷书在初学者来讲呢是相当困难的。为什么？你要把字写得那么均匀，分间不白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有4个横画，你每一个横画的间隔都要一致。那个结构要写得端端正正。有一笔写坏了，老师说你这一笔写不好，他圈也不给你。对初学者的信心打击是相当大的。学了3、4个月以后说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老师书法这么困难，所以写行草书对一个入门者来讲是相当轻松的，而且行草书的笔法也没有楷书的那么严谨。另外就是行草书，它也可以在墨色上有很大的变化，也就是说湿墨、干墨。例如说我沾的墨多一点，而下笔呢稍微晕开了，无所谓。可是楷书可以吗？不行的。所以这个
行草书来入门，当做这个初学者的书体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。那再来，我们就谈到学习书法，可能最会遇到的问题，也是这其中一件，就是毛笔的选择。跟我学了3、4年的学生，他一直抱怨说：“老师，我这一支笔不好写，我看你用的笔怎么那么好写？”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你对这个操纵毛笔的能力还不够。因为写书法是一个技术问题，那操纵毛笔它就是一种技术的训练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喝个茶，吃个小点心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，还有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